今天我们来聊聊高血压，以及如何在不吃药的情况下自然降血压，远离中风的威胁。你有高血压吗？你知道高血压如果控制不好，最严重时死亡率会狂飙30倍吗？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，因为它常常没有明显症状，却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对身体造成严重伤害。许多人以为自己感觉还好，就忽视了血压偏高的问题，但等到发现时，往往已经处在危险边缘。根据统计，台湾18岁以上的成年人当中，每4人就有1人罹患高血压，而且高血压还有逐渐年轻化的趋势，才30-40岁就中风的案例也时有所闻。因此，不论年轻或年长，只要血压偏高，都必须重视。今天我们特别引用一位心脏科名医的观点，教大家如何用6招天然的方法把血压数字往下拉，据说2周就能看到效果，帮你远离中风和心脏病的威胁。首先，高血压到底有多可怕？想象一下，一位平时忙于工作的中年人，觉得自己身强体壮，偶尔量血压发现上压150，下压95，因为没有任何不舒服，他毫不在意，甚至心想我没事，不用大惊小怪。可是高血压不会自己消失，它就像身体里埋着的一颗不定时炸弹，也许某天清晨，他突然感到剧烈的头痛，接着半边身体失去知觉，中风发生了，这不是危言耸听。高血压长期不控制，就可能导致脑中风、心肌梗塞或肾脏衰竭等严重后果。而最可怕的是，有时第一次出现症状就是不可逆转的灾难。要知道，中风可不是小事，它常年位居国人10大死因之一，每年夺走无数宝贵生命。即使幸运存活，不少患者也落下半身不遂、语言障碍等后遗症，生活品质大大下降。而高血压正是引发中风的头号危险因子之一，难怪医生们一再提醒，高血压患者千万不能掉以轻心。有研究指出，高血压若持续放任不管，发生致命并发症的风险会暴增。名医陈冠任更是严厉警告，血压控制不佳，最坏情况下死亡率可能飙升30倍。听起来很惊人吧？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的血压长期居高不下，你罹患中风或心脏病致命发作的几率会比血压正常的人高出许多倍。这就好比在玩一场极为危险的赌博，用自己的健康做赌注。所以千万别抱着没症状就没关系的侥幸心理，我们需要主动出击，把高血压这颗地雷尽早拆除。谈到控制血压，许多人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吃药，但也有不少患者对终身服药感到抗拒，甚至有人担心长期吃降血压药会不会伤肾，会不会哪天肾脏坏掉要洗肾。这些疑虑可以理解，毕竟没有人喜欢每天吞药丸，还可能出现副作用。然而心脏科医师会告诉我们，一方面高血压本身才是损害肾脏和心血管的元凶，如果放任血压太高，你的肾脏长期承受过大的压力，反而更容易衰败。另一方面，如果能透过调整生活习惯把血压降下来，就有机会减少对药物的依赖，甚至在医师评估后逐步减药停药。临床上确实有患者透过改善饮食和生活形态，把轻度高血压逆转回正常，不再需要药物治疗。也就是说，不吃药降血压并非天方夜谭，只要方法正确，你我都可能办得到。那究竟该怎么做呢？事实上，台湾在2015年的高血压治疗指引中，就提出了完整的非药物控制原则，简称 SABCDE 6大重点。别被这看似复杂的缩写吓到，其实它代表的是6种简单易行的生活调整。 S. 减少盐分， A. 限制酒精， B. 控制体重， C. 戒烟， D. 调整饮食， E. 规律运动。这正是名医们口中所说能自然降低血压的6大秘诀。接下来我们就一一揭晓这6招秘传绝招，要自然降血压。第一招你绝对猜得到，就是少盐。为什么说少盐这么重要呢？原来食物中的钠盐摄取过多时会使体内水分滞留，就像海绵吸水一样，体内钠离子一多，水分就跟着留在血管里，导致血液体积增加，压力升高。所以前一晚如果大吃了一锅又咸又辣的麻辣锅，隔天早上量血压常常就飙高。根据医师建议，每日盐分摄取量最好控制在约5克左右，
大约是1小匙食盐。然而现代饮食中到处都是隐藏的钠，有统计指出，我们饮食中约80%的钠来自加工食品或餐厅外食，而非家里的盐罐。也就是说，即使你下厨时不多放盐，但如果常喝重口味的汤汁，爱吃泡面、腌制食品或饼干、零食，钠的摄取量仍然可能超标。因此，少盐并不只是做菜时少放盐，而是要尽量避免过度加工和过咸重口味的食物。当然，我们不需要矫枉过正，到一点盐都不碰，身体还是需要基本的钠来维持机能。只是现代人大多盐吃太多，几乎没有人会缺盐，所以尽管放心的把盐减量吧。可能一开始觉得菜变淡了没味道，但你的味蕾其实会慢慢适应清淡的滋味。当你降低盐分后，不仅血压会下降，连肾脏的负担也跟着减轻，可谓是一举两得。第二招，减少饮酒。很多人喜欢忙完一天后来点小酌，觉得酒精可以让人放松，好像对血液循环也有帮助。喝完酒脸红红的，看起来血脉通畅，其实不然。适量饮酒或许对心血管有些微益处，例如红酒含有白藜芦醇等抗氧化成分，被认为少量饮用有助心脏健康，但这绝不表示多多益善。过量的酒精绝对是高血压的大敌，酒精会刺激交感神经，让心跳加快，血管收缩，结果就是血压上升。而且酒精本身热量不低，喝多了容易发胖，常常一喝酒又配上高油高盐的下酒菜，更是让血压雪上加霜。医师建议，如果有饮酒习惯，男性一天的酒精摄取量最好不要超过2个单位，女性则以不超过1个单位为宜，约等于1罐啤酒或1小杯红酒。换句话说，小酌怡情可以，但千万别天天豪饮。如果你能把每天2杯酒减成1杯，或是1周只在周末小酌1次，你的血压一定会比以前更稳定。戒酒或节制饮酒的前几周，晚上可能会有点难以入睡或觉得无趣，但撑过去之后，身体会渐渐适应没有酒精的日子。早上醒来不再宿醉头痛，精神变好，血压也悄悄的下滑，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回报。第三招，体重控制与减重。你可能不知道，你的体重和血压其实有着密切的关联。想象你的心脏要把血液打到全身，每增加1公斤负担，血管里的压力就会跟着上升。有统计指出，每减少1公斤体重，收缩压大约可以降低1毫米汞柱。乍看之下，1毫米好像不多，但如果一位超重的人努力减了10公斤呢？那理论上收缩压可以降将近10毫米。举例来说，一位原本血压145的患者，减重后有机会降到135左右，从高血压边缘回到接近正常。更重要的是，减重过程中全身的新陈代谢会改善，三酸甘油酯和血糖都会随之下降，心脏负担减轻，整体心血管风险也跟着降低。不仅仅是数字上的改变，减重后人通常也觉得身体轻盈又有活力，生活品质大大提升。特别要注意的是，腹部肥胖对血压的影响更明显，内脏脂肪过多容易引发代谢异常，使血压升高。因此若腰围过粗，更要下定决心甩肉，让腰带松一格。当然，减重说来容易，做起来往往碰到许多挑战，关键在于调整饮食习惯并培养运动习惯。必要时寻求专业营养师或减重门诊的协助也是不错的主意，他们可以帮你订定适合的计划。只要能持之以恒，体重一定会下降，也一定能看到血压随之下滑。每当裤头变松了一格，你就离健康更近了一步。接下来第4招是戒烟。或许你会问，不抽烟真的能降低血压吗？老实说，戒烟对血压数字的直接影响并不如前面提到的减盐、减重那么迅速明显，甚至有人戒烟后体重上升了几公斤，血压一时之间看不出明显改善，这可能让人误以为戒烟没什么用。然而千万不要因此就放弃，因为吸烟对心血管的危害是全方面的。尼古丁会使血管收缩，心跳加速，一根烟下肚，你的血压当下就会暂时飙高，而长期吸烟更会使血管内壁受损，动脉硬化，让高血压更难控制，并大幅提高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。对于血压偏高的人来说，香烟无异于火上浇油。
所以再难也请你试着把烟戒了吧。戒烟初期可能烦躁，食欲变好导致体重增加，但可以采取一些对策，比如用运动或喝水来转移烟瘾，或嚼无糖口香糖来满足口欲。同时也要留意饮食，避免让体重直线上升。更棒的是，戒烟的好处几乎是立竿见影的，停止吸烟20分钟后，心跳与血压就开始下降。戒烟12小时，血液中的一氧化碳浓度也会明显降低，心脏的负担减轻。如果能坚持1年不抽，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可降低1半以上。看到这些数据，是不是更有动力把烟掐灭了呢？当你成功戒烟一段时间后，你的血管弹性会改善，整体心肺功能提高。虽然血压毒素的下降是缓慢且间接的，但长远来看，中风和心脏病的风险都会大幅下降。你的家人也会感谢你，因为他们不再需要承受二手烟的危害了。第5招，调整饮食结构。很多人以为血压高就是盐吃太多，但其实我们日常吃进去的各种营养素都会影响血压。如果每天大鱼大肉、高油高盐的食物吃很多，蔬菜水果却寥寥无几，那血压想不高都难。相反地，研究显示，饮食均衡，多吃蔬果和优质蛋白，少吃油炸及含饱和脂肪高的食物，可以有效降低血压。医师常推荐的 DASH 饮食法也是如此，他强调多吃富含钾和镁的食物，并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，同时要尽量减少钠和饱和脂肪以及胆固醇的摄入。简单来说，建议大家多摄取新鲜的蔬菜水果、全谷杂粮、豆类、坚果以及白肉和深海鱼。相对地，红肉和各类加工食品要少吃，含糖饮料也要尽量避免。煮饭时尽量使用橄榄油和芥花油这类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，少用动物油和奶油。一开始改变饮食难免有点不习惯，毕竟清蒸鱼和水煮青菜的滋味和香辣酥脆的炸鸡比起来，对很多人没那么有吸引力。但当你坚持一段时间，你的味蕾会被重新训练，反而觉得以前的食物太油太腻。最重要的是，健康饮食会带来惊人的收获。平均而言，遵循这类饮食的人，收缩压降幅可以达到2位数的毫米汞柱，不少人的高血压因此大大改善。有些医师还特别点名几种降血压的明星食物，富含钾的水果，例如香蕉、奇异果和酪梨，有助于排钠和平稳血压。富含镁地坚果和生绿叶菜也对控制血压有益。此外，像姜黄、绿茶和黑巧克力这类含有特殊抗氧化、抗发炎成分的食材，被认为可以降低身体的慢性发炎，有助于血压健康。总而言之，重点不在于吃某1、2样神奇食物，而是整体饮食习惯的改变。当你开始清淡而均衡的饮食，不仅血压会下来，体重、血脂、血糖也跟着受惠，人自然会感觉更有活力，何乐而不为呢？第6招，规律运动。运动可以说是有史以来最好的非药物治疗方法之一。对高血压患者来说，运动的好处真的是说不完。当我们运动时，全身血管扩张，循环变好，交感神经的紧绷也会得到缓解，这些都有助于让血压往下降。而长期坚持运动，心脏变得更强健，每次收缩能够泵出更多血液，因此不需要那么高的压力就能把血液输送全身，这也是血压降低的原因之一。有研究指出，规律的有氧运动可以使收缩压平均降低5到8毫米汞柱，只要每周运动3到4次，每次持续30分钟以上，例如快走、慢跑、游泳、骑自行车，或者练习瑜伽和太极，这类同时强身又放松心情的活动，持续几个月后，大多数人都能明显感受到血压比以前稳定下来。运动还有一个额外的功效，就是协助减重和舒缓压力，这对控制血压都是加分作用。可能有人会说，自己平常上班太忙，根本抽不出时间运动。其实开始动起来没有想象中困难，与其周末在沙发上一整天，你可以抽出20分钟到公园散散步，午休时间爬几层楼梯也胜过坐着不动，甚至在家看电视时起身拉伸肢体或踩踏步机。重点就是设法让自己多活动，找到一项自己有兴趣的运动才能持之以恒。有人喜欢舞蹈，有人成天跑健身房，
不拘形式，只要能让心跳加速，让你流点汗又觉得开心，就算达成目的。别忘了，长时间静坐不动也是高血压的帮凶。试着每隔1小时就起身活动几分钟，让血液循环维持畅通。当你逐渐养成运动习惯，你会爱上那种流汗后身心舒畅的感觉。而最令你惊喜的是，随着体能增强，体重下降，你的血压往往会悄悄地跟着降。此外，还有一点，虽然不在 SABCDE 原则里，却同样不可忽视，那就是心理压力管理和充足睡眠。长期处于精神紧绷或经常熬夜、睡眠不足，都会让交感神经持续亢奋，导致血压居高不下。因此，学习放松身心对降血压非常重要。你可以每天花10分钟做深呼吸或冥想，睡前远离电子荧幕，泡杯热牛奶，有助于更快入睡。充足的睡眠能让血管舒张，心跳减慢，让血压自然下降。很多晚上睡不好的人，白天血压都比较高。如果你能改善睡眠，白天的血压通常也会比较稳定。配合前面提到的6大招数，再加上良好的心态和睡眠习惯，你的血压控制将会如虎添翼，事半功倍。以上6大招数就是不靠药物也能有效降低血压的秘密武器。也许你会怀疑，真的照着做，2周后血压就会降下来吗？根据临床经验，大多数人只要严格执行上述几点，2周左右就能看到血压数字出现可喜的变化。特别是减盐和运动，往往能在短期内带来几毫米汞柱的下降，证明这些方法确实在起作用。不过要提醒的是，这并不表示2周就能治愈高血压，它毕竟是慢性病，需要长期经营。我们可以把2周视为一个起点，一个看到希望的开始。接下来更要持续下去，才能让血压稳定在理想范围。临床上曾有许多成功案例，一位45岁的李先生出诊时血压高达150毫米汞柱，他不想过早开始吃药，于是请求先用生活方式改变来尝试控制。在医师和营养师的指导下，他天天饭后快走半小时，把晚餐改为低盐高纤的菜色，并戒掉宵夜。6周后回诊时，他的血压降到了平均130/85左右，几乎从高血压范围拉回到了正常值边缘。医生和他都十分惊喜，而且透过这段努力，他的体重减轻了5公斤，整个人看起来气色焕然一新。这让他深深体会到，只要愿意改变，高血压并不是不可战胜的敌人。医师建议他继续保持这些好习惯，结果他的血压从此维持得相当稳定，后来都不需要靠药物了，顺带连血糖和胆固醇也控制得比以前更好了。这样的例子是不是很令人振奋？当然，每个人的情况不同。如果你的血压起点非常高，例如超过180，千万不要擅自停药，一定要在医师指示下用药将血压控制住，同步再搭配上述生活调整，才能安全地把血压拉下来。等到血压稳定在较低水平，在医师评估下，也许可以考虑慢慢减药，但绝对不可以自行逞强不吃药。记住，我们最终的目标是健康平安，而不是逞强。顺带一提，坊间流传的一些快速降血压偏方或神奇疗法，大多缺乏科学根据，甚至可能有风险。真正有效而且安全的方法，还是回归我们以上提到的健康生活6招。只要确实执行，效果绝对不会输给药物，而且更加长久稳定。在改变生活习惯的同时，也别忘了监测自己的血压变化。建议家中备一台血压计，每天固定时间量测并记录血压。透过这样的自我监测，你可以亲眼见证自己的血压如何一天天进步，这会给你更大的信心和动力继续下去。最后，我想强调，前面提到的这些自然降血压的方法，其实每一项说穿了都是健康生活的基本原则。它们除了降低血压，对身体各方面都有正面影响。当你做到少盐、适量饮酒、控制体重、戒烟、规律饮食、规律运动，再加上良好的心态和睡眠，你会发现不止血压下来了，人也变得更有精神，体重更理想，连睡眠和情绪都改善了。更棒的是，这些改变能让你远离脑中风那样可怕的疾病，也降低罹患心脏病的风险。
可以说是为自己买下一份未来的健康保险。想象未来某一天，你的亲友可能还在为三高烦恼，而你因为早早养成好习惯，依然精神奕奕地享受生活，这将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一件事。说了这么多，归根结底，高血压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对它视而不见。现在我们手上握有改变的力量，这6大天然降血压策略就是我们的武器。2周见效听起来或许像奇迹，但其实是科学加上毅力的结果。如果你或你的家人正受高血压困扰，不妨从今天开始调整上述任意习惯，然后逐步把6项都实践看看。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小改变，身体会诚实地给出回馈。到那时，你会庆幸自己选择了这条路，远离中风，掌控健康。就从现在开始，让我们一起对高血压说再见，迎接更长寿、更美好的未来。